到这傻子都知道药物有问题，于是等母亲照常来送药时，凯莉偷偷留了一手，只是将药物含在嘴里，并没有咽下去。等对方关门离开后，再将药物从口中吐出。为了搞清楚母亲给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，凯莉趁深夜时分悄悄来到楼下，上网搜索药物的名称，不料电脑竟然没网，搞得凯莉顿时一头雾水，却丝毫没察觉到母亲此刻正躲在暗处死死盯着她。凯莉生来下肢瘫痪，靠母亲独自抚养长大，身上病多得堪比一本医学杂志，每天不是在吃药就是在吃药的路上，但她却并未因此颓废，而是每天努力学习，梦想能跟正常人一样考入斯坦福大学。可明明考试已经通过，通知书却依旧了无音讯，并且母亲还以学习为由，长这么大从没给她配备手机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哪有孩子会去怀疑自己的母亲？直到有一天，母亲购物回家，患有糖尿病的凯莉趁对方出门，本想悄悄囤一些糖果，却在袋子里意外翻出自己常吃的药品。诡异的是，标签上竟然写着母亲的名字，看得凯莉顿时一头雾水。于是等母亲再次来送药时，她刻意提了一嘴，但母亲却说那个标签只是收据，这借口实在有些牵强，毕竟要收也应该写凯莉的名字。凯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于是便用自制的小夹子拿来药品，打算研究一番，却发现标签下似乎有些凸起，撕开一看，不料下面竟还有一层旧标签，根本就不是新买的药。母亲肯定在隐瞒着什么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凯莉决定不跟对方当面对质，而是悄悄溜到楼下用电脑搜索药物的名称。谁曾想母亲早就有所防备，提前掐断了网络，第二天还装腔作势给网络公司打电话投诉，以此来打消女儿的怀疑。但凯莉只是下肢瘫痪，又不是大脑瘫痪，这么巧合的事怎么会轻易相信？反而让她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暴露，于是借闲聊时主动说出了自己昨晚有使用电脑，但没有坦白用途。忽悠的母亲也以为是自己想多了，便没有太过警惕。凯莉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机会，果断用座机打给自己知道的药房，不料接话员竟是母亲的熟人，吓得凯莉赶紧挂断电话。看来母亲早有安排。想到这里，凯莉迅速移到窗边，见药师并没有给母亲回电话，她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眼看已经无计可施，无奈凯莉只能随便打给一个陌生人。幸运的是，对方虽然有所疑惑，但还是顺手帮凯莉上网查询了药物名称。可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对方表示特高辛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红色小胶囊，而凯莉手中的明显不是特高辛，药品底下的那层标签也是假的。What the hell are you? 这也意味着，现如今凯莉必须带着药前往药房才能知道答案。于是当晚吃饭时，她便跟母亲提出要去看电影。对方听后有些迟疑，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无奈只能答应下来。而凯莉则趁着电影来到最精彩的部分时，尿遁离开影院，顶着一口哮喘药，冲进街对面的药店，将药递给前台，询问药物的名称跟作用。不料这竟是一种给狗吃的肌肉松弛剂。凯莉听后心头一颤，强压愤怒询问对方人吃了会怎么样。医生顿时一脸的费解，人为什么要吃兽药？就在这时，母亲觉察到不对，找来药店。 What would happen? I suppose your legs could go numb? 凯莉听后脑袋像是要炸开一般，她试想过无数次最坏的结果，却从没想到母亲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。情绪的剧烈波动导致凯莉哮喘发作，面对恶魔的焦急问候，她十分想出声求救，但又苦于无法说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支走附近的人群。然后随着药剂被缓缓推进凯莉体内，她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。母亲不敢耽搁，急忙驱车将凯莉带回卧室。可光这样还不够，因为一旦凯莉苏醒过来，她根本无从解释自己的行为。安娜有想过找那个药房医生为自己狡辩，也是想过将黑锅甩给之前给凯莉开药的医生，但这无异于自掘坟墓。眼看已经黔驴技穷，安娜心中顿时萌生出一个邪恶的想法，打算购买脑神经毒素来消除凯莉的记忆。而凯莉对此还一无所知。苏醒后的她回忆起昨天的事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逃跑，不料大门早已被母亲在离开前用拖把卡死。凯莉不愿坐以待毙，于是心一横，直接将头伸出窗外准备跳楼。虽然不高，但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，摔下去也大概会当场入睡。想到这里，他又重新回到屋内，准备实行第二套方案。先是为自己做了一个基础体检，保证自己能扛住短时间的剧烈运动。紧接着取出所有的插线板，将其接通电源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再顺手拿走电烙铁以及一条毛毯。最重要的是往嘴里含一口水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凯莉二话不说翻出窗户，借助双臂的力量往房子另一边爬行，直至到达客厅窗前。眼看徒手无法打开，他急忙将提前准备的电烙铁插上电，朝窗户中心戳去。待玻璃因高温出现裂痕时，再猛地把水从嘴里喷出，瞬间的温差导致玻璃裂痕扩大，最后应声碎裂。凯莉抓紧时间爬进客厅，可危机还远没有结束。她坐上电梯正准备下楼，却发现遥控器根本没有反应，扭头一看，原来电源已经被切断。好在凯莉对自己足够狠辣，一言不合直接便摔下了楼梯，紧接着迅速爬上轮椅往外逃去。幸运的是，她恰好在半路遇见一辆邮递车，司机跟凯莉算半个熟人，在得知她的遭遇后也决定伸出援手。可不幸的是，刚准备上车就碰到买药回来的母亲，司机见势不妙，急忙将凯莉藏到车后，只身拦住冲来的安娜。尽管安娜极力为自己辩解，司机也没有松口让对方带走凯莉，因为每次给凯莉送信时，对方总是抢着出门去拿，明显是有些不正常。安娜无计可施，只能面色一冷回到车内，任由司机将凯莉带上车。可就在她准备下车关门时，下一秒凯
凯莉接下来的下场可想而知。等她再次苏醒时，已经来到家里的地下室，但却更像个小型实验室，里面摆满了各种化学器材。就在凯莉为此感到费解时，角落垃圾桶里的信件引起了她的注意。翻出一看，里面竟是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难怪母亲从来不让自己去拿信件。想到这里，凯莉情绪瞬间失控，开始在实验室疯狂打砸。可冷静过后，她又在书架上发现一个写着母亲名字的盒子。凯莉见状本想去拿，不料自己的轮椅早已被铁链锁住。无奈之下，凯莉只能舍弃轮椅，爬向书架拿下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的东西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。一张凯莉儿时的照片，证明她并不是母亲所说的生来瘫痪。事到如今，这本不足为奇。可诡异的是，凯莉竟然又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死亡证明，而且还是刚出生2小时就死了。看得凯莉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连忙继续往下翻找，又发现一张10几年前的寻人启事，对方丢失婴儿的日期竟然跟凯莉的死亡证明是同一天。将已知的线索串联起来，凯莉思路瞬间变得清晰，推断安娜的孩子其实刚出生时就已经死去，但她为了满足自己当妈妈的愿望，选择剑走偏锋，悄悄在产房偷走了凯莉，又害怕事情败露，才将凯莉活生生要成残废，终身囚禁在房子里。想明白一切的凯莉彻底崩溃，10几年精心照料自己的母亲，到头来竟然是害自己人生破碎的罪魁祸首，这种事换谁身上都无法承受。等安娜进入地下室时，凯莉望向她的眼神宛如在看一个魔鬼。安娜起初还有些疑惑，直到看到地上散落的盒子，才明白秘密已经彻底败露。可尽管如此，她却依旧在为自己辩解，辩解不成又将说要全部倒进垃圾桶，表示要跟凯莉重新开始。眼看凯莉不为所动，还用一种极其仇恨的眼神看向自己，安娜突然脸色一变，直接转头进入仓库，从中拖出一台不知名设备，准备混合神经毒素给凯莉消除记忆。吓得凯莉赶紧连滚带爬地躲进仓库，锁死大门。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。就在这时，凯莉发现货架上放着许多化学试剂，拿过一瓶有机磷酸酯，标签上写着误服后需迅速前往医院救治。凯莉赌对方不会放任自己嗝屁，于是在安娜开门的一瞬间 You need me. 安娜见已无法挽回，赶紧寻找过氧化氢中和毒性，但为时已晚，凯莉已经开始吐血，根本喝不下去，无奈只能将对方送去医院抢救。好在最后有惊无险。可棘手的是，由于凯莉属于自杀未遂，所以需要做完精神评估才能出院。安娜自然不敢按照流程进行，于是在发现凯莉苏醒后，便眼珠一转，径直离开，貌似想到了办法。凯莉见状顿时心头一惊，满脑子都是求救，可怎奈麻醉剂效果还未消失，她只能拼尽全力调用稍有知觉的右手叫来护士，通过眼神暗示跟对方要到蜡笔，在纸上写下求救信息，却不料刚写到一半，急救警报突然响起，护士见状只能先将凯莉放到一边前去支援。不多时，安娜进入病房，时间有限，她二话不说直接便拆掉了凯莉身上所有的设备，固定在轮椅上趁乱推走。凯莉说不出话，只能用眼神向周围人求救，但显然没有丝毫作用。不过好在警报解除后，护士便第一时间回到病房，在确认凯莉没有被同事转移后，她在床上发现了凯莉留下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妈妈2字。反应过来的护士急忙通知医院，派遣保安团前去追击，而安娜早有准备，果断手枪上膛。可就在停下寻找出口时，却发现凯莉的轮椅无法推动，掀开毯子一看，不料凯莉的腿在停药后已经恢复了部分知觉。此时正好保安团也赶来附近，安娜下意识举枪准备抗争，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，子弹击中她的同时，一个没站稳，直接便摔下扶梯。凯莉见状瞬间傻眼，表情木讷地看着这一切。你以为她动了恻隐之心，并不是，她反而在酝酿一个同样可怕的计划。转眼来到7年后，凯莉的双腿在不断训练下，虽然不能彻底丢掉轮椅，但已经能靠拐杖进行走路。这7年间，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疗养院，看望在枪击中瘫痪在床，并且意外成了哑巴的安娜。至于枪击为什么会导致瘫痪跟哑巴，Open wide.